我们在一起4年多，他一直对我都好，直到有一次我犯了一个错误，他就彻底变了。他曾经把我的心伤透过，我当时跟他分开过一段时间，后来我心软了，决定给他一次机会，但他的表现还是让我很失望。我心里对他有亏欠，所以一直在尽量弥补，但他做的很多事儿越来越过分，他为什么就不能像以前那样对我呢？我之前就是太纵容他了，他现在就应该什么事都听我的。如果他做不到，那我们就没必要浪费彼此的时间了。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对情侣，掌声有请。男嘉宾小刘23岁，来自湖南，是一名销售；女嘉宾小谭27岁，同样来自湖南，是一名文员。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今天为什么来啊？我们最近这段时间有吵的最多的就是因为结婚这块商量不过来嘛，因为习俗的问题。我是张家界的，他是长沙的啊，然后两地习俗不一样。他们那边的话习俗是彩礼钱要10万，就这事儿。他有买房子吗？啊，但是呢我这边没有，然后家里边负担挺重的，所以说跟他商量他就商量不来。他一直让着我退步，其实我之前是原谅过他的，他之前对我做出一个很过分的事情。什么事儿啊？就是和女的在交往，另外一个女孩子。这是我的错，但是我真没有做对不起她的事儿。不是你干了什么？之前吧，因为我做音响销售的嘛，我那个客户呢是老板嘛，那女的经常在一起嘛，因为我工作的原因嘛。你到现在还是说客户关系？人家都说在跟我说在跟你交往了，交往还是客户关系吗？那我也没做出太出格的事儿嘛，那时候主要心情不好。你还想怎么样出格的事情啊？客户怎么了？就是说经常在一起嘛，然后晚上在一起干嘛？经常在一起玩、唱歌什么的，喝酒嘛。啊，没别的哈。有时候有牵手什么的。没当男女朋友谈哈？那时候真没有啊，但是没做出出格的事儿。那你怎么会说那个女生跟你说已经交往了呢？是因为之前我真的是很信任他啊，我觉得他特别爱我，什么一心一意都对我好，所以说他的手机，然后工作应酬我从来就不过问。就在那一次，我真的是拿他手机打的，我就看到那个滴滴行程的记录，他每天几乎1个星期都是在同一个地方回家的。那个地方就是小区，肯定是有问题的。我当时看的就很奇怪，所以说我就去看他微信啊，他的微信里面全部是河南女孩子嘘寒问暖的话。那女孩子不开心的时候，他还说你心情不好，你要不要出来唱个歌？这些事情都是他以前追我做过的事情，为什么他可以对别的女孩子做此事情？那我不是因为这个事儿跟你道过歉吗？对不对？我没有做出什么实质性的。你怎么没做实质性？我打电话过去，我想问清楚明白怎么回事。那女的怎么跟我说？她说我喜欢你，你让我这个做女朋友的怎么想啊？4年了，我跟你付出了多少嘛？我那么相信你，我从来就不过问你的工作，从来就不会翻你手机，但是我翻了一次，我就发现了这个。你说我4年。你就是因为这个事儿，你就现在变得什么我都要听你的啊！如果说咱们现在已经到谈婚论嫁的地步，如果说我这个彩礼钱拿不出来，房子买不到他，那你是不是就不跟我结婚？你别转移话题啊！我一开始听的时候，我说这姑娘怎么这么实际啊？后来我发现不是，一开始人家可能也没那么决绝的要，因为拿不出来，可能姑娘还有其他的想法，是吧，姑娘？对。还想跟他在一起吗，姑娘？就是之前我还是原谅他了。你原谅他了？对，我想给他一次机会。但是现在他所做的事情，就根本没有。他又干什么了呀？之前我们就是同意复合的时候，他答应过我，什么事情都应该听我的。那我就管着他呀，管着他什么都不听我的。现在关键你现在管，你什么都管呢？他都管些什么呀，兄弟？我工作就之前我那个事儿，他就管着我工作，说只要我现在做销售，他就基本上不让我跟那个女客户在一起啊。有一次记得严重的时候，他把我那个手机里边的那个客户女的客户资料那个电话号码全给删了啊。然后呢？然后换我工作嘛，因为我好不容易一份工作做了这么久，然后工资待遇各方面都挺好的，他就换工作了吗？换了啊，换就挺好的，换。那你这个工作做了这么久，突然之间换，那我是不是重新得来啊？我本来就没钱娶的，对不对？我现在不多，好不容易有份工作，
薪资待遇不错，我能多赚点钱。后来呢？后来就稍微好点了吧，因为我自己也改变了这个，因为之前他跟我就问那事儿分手几个月嘛，我那几个月其实我想的挺多。又后来呢？反正他就有什么事儿他就非得听他的呗。哦，钱谁管啊？现在？他管。服气吗？不服气。女生怎么想对这段情感？我之前原谅他真的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在分手那几个月，其实我都在想，我4年都是白费了，我真的心都被伤透了。然后我看他天天送花什么的，他说都弥补我了，但是我觉得这事情都弥补不了我。我为什么原谅他？就是因为我谈了这么久，我也不想4年多付出白费，我想给他一次机会，因为我今年这么大了，我也想结婚，我父母也催得比较急，所以说如果今年给我解决不了问题，那我们也没必要耗下去了。听明白了，其实核心并不在于彩礼和房子，而在于我对这段情感已经不确定，是这意思吧？有点。然后男生还不服管是吧？我觉得那会儿为什么没跟那女客户好了？因为我和他毕竟谈了这么久嘛，对不对？我有时候，我只是说有时候心情不好嘛，有时候一时糊涂嘛。就你还觉得他是一个做太太的人选是吧？对，那个不是。对，但是他现在给我机会，没看到他对我的这个。听明白了。男生说，虽然我犯错了，但是你原谅我了，就该对我好。女生的逻辑是，你看你犯错了，你还不听我的，那我是不能嫁给你的。现在变成了男生犯的这个错误，成了2个人情感博弈的一个抓手。到底怎么个博法呢？我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男生，其实我并不太相信你们什么都没发生，但我现在想问你，你为什么真的想娶她啊？那万一你婚后有时候心情又不好呢？你会不会又来一段暧昧不清？那不会。为什么不会？因为之前就因为这个错，已经触碰他的底线了，我不可能结婚之后再让他触碰这个底线。你为什么想娶她啊？因为之前我们谈了4年多，我之前有一次晚上我出过一次事情，就是说被歹徒抢劫捅了3刀，我到现在这儿还有几个刀疤。然后呢？然后他那时候工作辞了嘛，然后去医院照顾我，然后每天真的没日没夜，他那段时间都瘦了。其实我心里特别感动，特别感激。就因为这个事儿，我就认定她是我以后的老婆。那，你爱她吗？爱她。说实在，女人很难原谅这样的事情。对。但是你一定要赢得她的芳心。你说你要让她管，那你就要做到，不然你就不要说。直到她真的真心原谅你，也许她会放你自由。女生，她不可能被你管一辈子的。你真的能够原谅她吗？他如果什么事以后都听我的，什么事都听你的，不可能。他现在就是什么事都是听他的。我直接告诉你，你这叫强人所难，而且也不符合婚姻跟男女的原则。我想跟你们谈一谈错误这件事情。对于犯错的人来说，最不好的一种想法就是，我不是已经道歉了吗？那不就已经补偿了吗？花也送了，歉也道了。也下跪了，不然还要怎样？但是他就是拿这个事儿老是说事儿，每次只要不听他，他就会提分手。是，那谁叫你要犯错呢？对吧？所以谁叫你犯完错还要把它找回来呢？有的时候你就在做一件拿石头砸自己的事儿吗？对吗？一，不要犯错；第二，犯错了之后呢，又要呢巴巴的求人家原谅，你自己本来就已经矮了3个台阶啦。但是你说那我还爱他吗？那也就算了，但如果你只是为了过去的恩情，那就真的不必。我说错这件事情总是要付出代价的，现在你可能就觉得自己在付代价，但是付代价这件事情该怎么付呢？不是由犯错的人决定，抱歉，是由法官决定。但是老婆，犯错也有2种，一种是有期徒刑，一种是无期徒刑。对。他觉得他被判了无期徒刑。但是问题来了，因为他今天把判刑的权利交给了他呀。没错，因为他要挽回他。所以我想说的是，反过来，法官的角色，他犯错了嘛，对吧？他不能自己决定自己是有期徒刑还是无期徒刑，交给你决定。
你既然决定原谅他，你说你下了很大的决心，那我就请问你，你是真的原谅他吗？还是让他回来好好的惩罚你？如果你3不5时就一直翻旧账，来不来一直告诉他欠了你多少钱，他犯过了多少错，那么你是在一次又一次把你们好不容易复合的爱情再割开。如果有一天他愿意顺从你，或是听你，或不要用这2个动词，应该说他愿意呵护你，或者是让着你，我觉得女人会更喜欢这2个动词。我就是想这样，好，就想，那么绝对不能用刀、用枪、用逼的，更不能拿他画押的合约告诉他说，你看，你说过1要听我，2要听我，3要听我，谁叫你要犯错？如果是这样，就算他让着你，也不美丽，对吧？那只是因为合约，只是因为愧疚，不是因为爱。所以关于错误，我想说，犯错的人就认真的悔过，别再犯了。但是审判的人要原谅，就要打自心里原谅。如果你真的要开始你们之间的爱情，那么昨日种种就让它过去吧，不然你永远都没有办法知道他是爱你，还是对不起你，还是愧疚，还是只是因为欠了你。坦率的来说，夫妻之间都会犯错，有的时候错误往往能够使夫妻彼此之间更加的亲近，因为跨过去之后，也许对对方更加了解。如果犯错的总是心怀愧疚，纠错的总是饱含信任，那么你们就不会错过。但是现在看来，这个犯错的违心的认错，纠错的违心的放过，这就会一错再错。其实你摸着自己的良心问一问，如果你是真的爱这个男生，真正的原谅了他，你是不忍心在他面前再去捅他的错误的，因为你知道他对他这个错误他自己都翻不过去的。你不会时时告诉你是个曾经的罪人，甚至你现在还是个罪人，我只是恕你无罪而已。但其实一个恕字恰恰证明了你始终都是有罪的。你时时刻刻的要求他听你这个听你那个，都是在告诉他你是个罪人，所以你怎么放过他了呢？而对于犯错的男生来说，以今天场上他对于过去那件事情的重复的赘述，你也看得出来，他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真正问题。他的口头禅就是我并没有实质性的问题，但所谓的实质性的问题和主流与边缘根本毫无区别。在爱情生活当中，非要进行到最后一刻才是真正的问题吗？其实问题已经说得非常明明白白，不要像一个债权人和债务人那样去生活。讨债的和被讨债的其实都不舒服。如果天底下所有的债务人都自动自觉的还款，所有的债权人都不是抬着你下巴往上看的姿态，那我想任何的债务都可以和平解决，也可以好聚好散。但现在我在看来，你们即便要散，都散得那么的不开心，又何必拿所谓的彩礼拿出来说事儿呢？别愧疚了，照顾你是姑娘自愿的，因为那时候姑娘爱你。你要不爱她，你早跟她说，就算报恩。生活有的时候就这样嘛，诚实的面对总比骗她一辈子好。至少在我看来，现在谈婚论嫁不太合适。再观察观察吧，真认错了你就离开这节目，你重新追也好，还是怎么着也好。但是有一点哦，千万不要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上面去说这件事儿，你会很痛苦的。你要那么痛苦，不如放他走。时间留给你们自己吧，一起进入黄金60秒。宝宝，在咱们谈的这4年里边，我感受到你的好，真的，你对我一直都很包容，很那个。为什么现在你变成这样了？所以说我真的想你回到你以前对我的好。咱们以前经历了多少，对不对？4年说长不长，对不对？我现在真的特别想跟你结婚。哎，我现在很激动。你要的东西，我以后肯定会加倍努力去挣。
你以前4年对我的好，我会用我后边的40年，2个40年我来回报你。别再拉着从前说这故事，我并不难过。如果你变成以前那样子，我会考虑的。好，时间到啊，请了2位请回，你们都慎重冷静的考虑考虑，好吗？谢谢2位，请回。哎，这个问题很多年轻的恋人都挺纠结的。来，请关门，请关门。啊，原谅还是不原谅？如果原谅的话，该如何原谅？哎，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请开门。开心吧？我可能真的是管的太多了，我以后既然原谅他的话，好好来吧，姑娘，加油啊！你觉得这样幸福就行，小伙子，好好对他啊。行，一定干。来，有请我们的小话筒，有请。来吧，见证你们的浪漫，来吧。宝宝，谢谢你留下来，我真的很感动。这个戒指只是暂时的，结婚的时候我一定会买一个你称心如意的，你所期望的，我一定努力加倍的给你，嫁给我。抱抱吧，来抱一下，抱一下，抱一下，抱一下。好，请亮灯啊！这是伊贝诗的白色恋人的系列。我说一下这广告语：我是爱的色盲，在我的情感世界里只有白色。换而言之，就是说，过去那段有污点的东西，如果你今天愿意嫁给他，你们愿意走，请翻篇儿。在你们未来的生活里，就好像你们的情感永远是纯洁的白色一样，好吗？幸不幸福你们自己把握，祝你们幸福。谢谢你们，请回。来。